第216章第5位天使之王。神灵行于地上，而非星界。在第4纪初期，在所罗门帝国的时代，不存在神话与现实的分界，神灵直接行于地上，无需降临。这就和白银城典籍里记载的第2纪类似啊。巨人王庭等地方与现实世界只隔了一扇大门，想通过就通过，想回去就回去，人神杂处，混乱黑暗。还有，星界真的对应神灵啊。听到莫贝特·索罗亚斯德子爵的描述，克莱恩瞬间就有所联想，他下意识扫了格罗塞尔一眼，因为这位巨人很可能就是第2纪某段历史的亲身经历者。格罗塞尔拿起一个比木桶还夸张的杯子，咕噜喝了口融化的血水，哈哈笑道：莫贝特，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为什么你要这么严肃？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严肃。莫贝特·索罗亚斯德一点点露出笑容，哈哈，对我们来说很正常的事情，在他们眼里可能非常可怕，难以相信，我必须用适合的表情来讲述，才能达到满意的效果。你还记得隆泽尔最早听我们说那些故事时的表情吗？似乎想跪下向风暴之主忏悔。克莱恩、达尼兹等人一时竟不知该用什么样的表情和语言来应对。安德森则往格尔曼斯帕罗方向偏了偏身体，压低嗓音道：我感觉他很有挑衅者的天赋。他看似控制了音量，但话语其实能让在场每一个生物都听到。莫贝特并不介意的笑了2声，继续着刚才的话题。我知道你们对神灵行于地上这件事情并不太相信，很难接受，就像艾德文娜之前一样。呵呵，我可以举2个例子，位于帕苏岛的风暴之渊和阿曼达山脉的深暗天国，分别是风暴之主和黑夜女神的神国。位于地上的神国，与现实世界只隔了一座虚幻大门的神国。帕苏岛，这不就是风暴教会如今的圣坛所在吗？安曼达山脉，安曼达在赫密斯语里是宁静的意思，这是指圣堂、宁静教堂。当神灵不再行于地上，他们的国就成为了各自教会的总部。克莱恩直觉地认为莫贝特·索罗亚斯德没有撒谎，据此做出了一定的判断。达尼兹则听得有些茫然和恐惧，下意识想要避开，可看了看专注认真的船长，若有所思的格尔曼斯帕罗，以及在脸上写满我很感兴趣等句子的安德森胡德，又只好强行忍住不安地寻找起更舒服的坐姿。就在这个时候，负责警戒的精灵歌者夏塔斯走了进来，不屑地说道：不要提那个伪神，风暴的权柄只属于我们精灵的王。他嗓音清澈而柔美，但语气却充满愤怒和暴躁，似乎随时会抬起双手给莫贝特·索罗亚斯德一剑。好的，我会用伪神来代称。莫贝特抬手抚弄了下自己又尖又硬的黑色帽子。夏塔斯收回视线，对风暴之主的潜信者前鲁恩士兵隆泽尔·爱德华道：到你了。隆泽尔一点点抬起了脑袋，神情里还残留着些许恍惚。他似乎没注意刚才的对话和争执，拔起插在身旁的铁黑色直剑，一步步走向了洞穴口。克莱恩观察了一阵，抓住机会对夏塔斯这个精灵道：你知道天灾女王高希纳姆吗？他其实并不确定高希纳姆就是精灵王苏尼亚索列姆的从神天灾女王。这么询问就是等待精灵歌者夏塔斯给予答案。夏塔斯线条柔和的精致脸庞上顿时也出现了类似隆泽尔的恍惚。我很久没有听到她的名讳了，她是我们精灵一族的王后。莫贝特和隆泽尔甚至都不知道她存在过。你是在哪里遇到她的？不知道她情况的。说着说着，夏塔斯的语气一下变得急切。这时达尼兹已愕然望向了格尔曼斯帕罗，感慨这个疯子竟然如此博学，和疑似属于古代的精灵都能有共同话题，没想到你还是个学者。看不出来，看不出来。安德森则边感叹边摇头。冰山中将艾德文娜的目光同样投向了克莱恩，清澈如同泉水的浅蓝眼眸里有着强烈的求知感。克莱恩坦然回应道：我进入了一处属于天灾女王高希纳姆的遗迹，得到了一些物品。遗迹。夏塔斯低声咀嚼起这个单词，语气就像丢失了什么不算重要但又舍不得的事物一样。从那里的情况看，他或许并没有真正死去。克莱恩看见夏塔斯眼睛一亮后，直截了当地问道：你有海洋歌者的魔药配方吗？我可以用什么来交换？他觉得和风暴途径的非凡者交涉时，最好坦诚和直接一点。夏塔斯想了想道：就用王后的一件物品来交换吧。我只拿到了一个黄金制成的酒杯，它已经被压扁，表面铭刻着繁复的花纹和天灾、高希纳姆这2个精灵语单词。克莱恩没做隐瞒。我知道那个杯子，
那是王后最喜欢的杯子。夏塔斯难掩激动地说道。成交。杯子在外面。克莱恩没有当着众人的面去挥舞之上的想法。夏塔斯点了点头，我明白，等我们离开这本书，就完成交易。说到这里，他双掌合拢道，风暴必将属于精灵。没等其他人开口，他又好奇问道，你在那里还发现了什么？一些壁画，讲述着精灵王与远古太阳神的战斗。克莱恩瞄了眼，据说信仰创造一切的主，全知全能的神的苦修士斯诺曼。那位背对火焰面朝石壁的中年男子终于嘶哑着开口了，不，他不只是太阳神，他是我们的主，万物的父亲，伟大的根源。他不是在和精灵王战斗，只是在收回属于自己的权柄。斯诺曼话音刚落，夏塔斯一下站了起来，用剑尖对准了他。突然，这位精灵歌者绑成马尾的乌黑长发散开了，违背自然规律的向上方和四周肆意张扬着，那些发丝根根分明，都缠绕有银白的电光，透出奇异的深蓝色泽。夏塔斯刚要松开弓弦，前方忽然出现了一只巨大的灰蓝色手掌，他挡在剑尖前方，不怕被刺穿的堵在那里。这正是巨人格罗塞尔的手掌，这个种族的特点之一是手脚比例夸张，近乎畸形的长，所以他只是坐着，伸出手臂就拦住了夏塔斯。好了，斯诺曼，不要再说了，你知道的。夏塔斯是一个喜欢用动作代替语言的精灵。格罗塞尔先对苦修士说道，继而转头看向精灵歌者。夏塔斯，我们是同伴，一起经历过很多危险，可以将后背交给对方的同伴。你可以反驳斯诺曼，甚至可以揍他，但不能试图伤害他。不愧是游记的主角，充满了正能量。不过，揍他和伤害他的区别在哪里？克莱恩忍不住嘀咕了两句。夏塔斯哼了一声，重新坐了下去，场面一时沉静，颇有点尴尬。巨人格罗塞尔用树脂独眼环视了一圈，呵呵笑道，那我也讲一下我过去的经历吧。进入这本书前，我生活在巨人王庭，是衰败森林的看守者之一，那里只有我们的王能进入，据说埋葬着他的父亲和母亲，也就是我们巨人一族的源头。巨人王庭有很多部分组成衰败森林是其中之一，那里埋葬着巨人一族最古老的先祖。克莱恩听得非常认真，只想询问更多。对他来说，这比第4季的历史更有价值，因为白银城的希望大概率就在巨人王庭。可是他开口之前，艾德文娜已抢先问道，格罗塞尔，你拿到这本书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的？格罗塞尔抬手揉了揉脸颊道，他什么都没有，就像是等待填写的空白书册。我之前还猜过格罗塞尔可能是完全的书中人物。克莱恩斟酌了几秒，没直接打听巨人王庭的细节性情况，转头望向莫贝特索罗亚斯德道，你知道毒神者阿蒙吗？毒神者是指阿蒙这整个家族，他们是我们索罗亚斯德的死敌。据说他们有位非常强大非常恐怖的先祖，就连乌洛留斯和梅迪奇2位大人都相当重视，甚至有些畏惧，但没谁知道他具体的名字。莫贝特详细介绍道，乌洛留斯、梅迪奇，当时真实造物主和救赎蔷薇都在支持所罗门帝国。克莱恩心头一动，当即问道，那你听说过萨斯利尔这个名字吗？莫贝特怔了怔，缓慢摇头道，从来没有听说过。暗天使萨斯利尔的名号在大灾变后就消失了，被掩埋了。克莱恩据此确定了一个事实。就在这时，面对石壁的苦修士斯诺曼沉哑着开口了，萨斯利尔是暗天使，是天使之王的首领，最接近主的那位，我就等着你回答。克莱恩将目光投向了苦修士，低沉问道，除了他，乌洛留斯、梅迪奇和阿蒙，还有哪些天使之王？你不用说他们的名字，克莱恩，这是害怕引起不必要的反应，就像下午镇那位忏悔者一样。艾德文娜、安德森和达尼兹从刚才开始就处于一种茫然的状态，因为格尔曼斯帕罗和几位古代人物交流的内容是他们闻所未闻的，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这位疯狂的冒险家竟掌握了如此多的隐秘和知识。斯诺曼沉默了几秒道，还有空想天使亚当。他刚说出这个名字，整座山洞豁然摇晃了一下，那熟悉的疯狂的暴虐气息急速降临。北方之王尤里斯安找过来了。第217章 BOSS 战。守在洞穴入口处的前鲁恩士兵隆泽尔爱德华身体刚晃动了一下，就看见一道庞大的身影从天而降，落在附近包裹着厚厚冰层的巨大岩石上，那覆盖皮膜的双翼并未就此收起，继续展开，
近乎遮蔽了周围的光芒。冰晶凝结般的梦幻甲片，极度狂暴的幽蓝龙晶，第一时间就映入了龙泽尔的眼眸，让他本能就察觉到了危险，当即提着铁黑色直剑往旁边跃了出去，连滚带翻的远离了原本站立的位置。几乎是同时，北方之王尤里斯安这条冰霜巨龙张开嘴巴，往洞穴位置吐出了一道扭曲不定、安静张扬的冰蓝色火焰。他所过之处，虚空透明，全部凝结。刹那之后，冰蓝色的火焰就掀起了由梦幻光芒组成的浪潮，疯狂涌入了黑黝黝的洞穴，将沿途一切尽数冰封。克莱恩脑海里虽然还闪动着空想天使、亚当这些单词，并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了罗塞尔大帝对黄昏隐士会的描述，宗旨是复活最初的那位造物主拥有观众途径的高位者，甚至是唯一性召集成员的方是通过一个连通大陆东西两岸的真实梦境，并且只要本身名字被提及，立刻就能察觉，但还是本能就对危险的降临做出了反应。他一个侧扑，飞快闪避到了山洞凹凸不平的地方，试图借助前方的岩石遮挡接下来的袭击。可是汹涌的冰蓝色光芒如同浪潮，淹没着每一个地方，冰封着万事万物。在山洞这种逼仄的环境下，根本没给目标留下安全区域。眼见周围即将变成冰棺，一道灰蓝色的巨大身影出现在了克莱恩的视线里。巨人格罗塞尔不声不响挡在了最前面，左膝跪下，腰背前埋，将宽阔挺直的巨剑插在了身前。晨曦般的光芒随之亮起，在格罗塞尔左右筑成了虚幻的墙壁，将众人保护在了后面。冰蓝色的潮水奔涌而来，先是被竖直的巨剑分开，接着撞到了两侧的晨曦光芒上。克莱恩等人的世界里，山洞豁然变暗，继而恢复了小半光照。他们可以明显看到火堆已然熄灭，外界昏沉的光线穿透一层层冰晶照入，分外暗淡。此时此刻，格罗塞尔身前每一寸空间都被冰封，这位巨人仿佛成为了琥珀里的小虫。紧接着，那把插入地面的巨剑绽放出一片片晨曦似的光彩，它们交汇在一起，笼罩了格罗塞尔，旋即化为光之风暴，席卷往外。无声无息间，冰层出现了烧融似的巨大裂口，一直蔓延到了山洞之外。格罗塞尔的灰蓝色身影则消失在了原地，头发还未来得及扎起的精灵歌者夏塔斯端着自己的弓箭，在缭绕的狂风簇拥下，一点缓冲都没有的就冲出了洞穴。穿着不对称黑色外套的所罗门帝国子爵莫贝特索罗亚斯德一边嘟囔不要急啊，总算来了，一边大步奔跑，紧随于夏塔斯身后。面朝岩壁的苦修士斯诺曼此时也站了起来，在胸口点了4下，仿佛画了个类似十字架的事物。愿主庇佑！嘶哑干涩的嗓音里，赤裸着双脚的他踩着寒冷的冰层，通过裂口奔向了洞穴之外。克莱恩同样没有犹豫，为把左轮手枪空着双掌，与紧握死亡短牙的安德森一起，飞快进入了冰层的裂口。身穿繁复衬衫的艾德文纳·爱德华兹则看向在高位者气息下出现了站立的达尼兹，嗓音柔和但不带感情的说道：“你留在这里。”说完，他浅蓝色的眼眸豁然变深，周围当即呼啸起一圈又一圈的狂风，推动着他飞向外面。留在这里。达尼兹愣了2秒，下意识环过了一圈，看见了挂着白霜的岩壁和彻底熄灭的火堆。山洞内安静无声，只有他一个人存在。达尼兹身体的战力一点点平息，嘴巴张了张，却什么也没说出口，只能看着船长的身影消失在洞穴入口。山洞之外，翻滚避开了第一轮攻击的前鲁恩士兵隆泽尔·爱德华看见北方之王尤里斯安双翼一震，就要腾空而起，与自己等非凡者拉开距离，确保本身的安全，忙稳住身形，斜推出左掌。紧接着，他用古赫密斯语宣告道：“此地禁止飞行。”豁然之间，冰霜巨龙遮蔽天空般的双翼似乎挂上了10倍100倍于他体重的无形事物，山洞变得极为艰难。这位北方之王当即发出一声愤怒的嘶吼，巨大的音波一下钻入隆泽尔的耳朵，让他不由自主地摇晃了一下。呼的声音里，那遮蔽天空般的双翼终于扇了下来，将周围的积雪与冰霜全部掀起，撒至半空。尤里斯安虽然艰难，但还是成功的飞了起来。就在这时，惩戒骑士隆泽尔表情变得极为肃穆，口中再次发出古赫密斯语单词构成的句子：“违背者当受惩戒。”话音刚落，他的身影一下弹起，竟比冰霜巨龙尤里斯安的高飞还要迅猛，
仿佛获得了未知力量的增强。叮！龙泽尔半空展开身躯，挥出手中铁黑色直剑，以一种必然命中的姿态斩在了北方之王脖颈处。那个地方片片冰晶似的甲片出现了明显的裂缝并往着周围蔓延了少许，但这并未让尤里斯安流血受伤。这条冰霜巨龙甚至可能连疼痛都没有感受到，幽蓝的双眸顺势锁定了龙泽尔，神色残忍而暴虐。他随即抬起了前爪，而龙泽尔身在半空，已无处躲避。关键时刻，一股飓风吹来，硬生生将身穿黑色盔甲的惩戒骑士推了开来。尤里斯安的拍击打在虚空处，激起了爆破式的声响，未能命中目标。精灵歌者夏塔斯刚一冲出洞穴，就毫不犹豫动手救了龙泽尔一命。紧接着，他头发再次违背自然规律的张了开来，根根分明，缠绕起电光。他用剑尖瞄准了半空缓慢飞行、目标巨大的北方之王，坚定的向后拉动了弓弦。半空一下变得灰暗，仿佛有乌云在凝聚，有电光在跳跃。受到惩戒骑士影响，飞行动作不是那么流畅的尤里斯安忽然收敛翅膀，俯冲往下，就像一列高速列车般撞向了夏塔斯。这时，灰蓝色让人安稳的身影抢了过去，挡在了北方之王的俯冲路线上。巨人格罗塞尔再次单膝触地，将人类根本无法使用的扩剑插在了面前。晨曦一样的光芒浮现，树立起一面牢不可破的无形墙壁。轰隆！冰霜巨龙与巨人格罗塞尔的撞击如同一场可怕的爆炸，将四周的积雪冰层全部粉碎，推向了外围。格罗塞尔没能守住，圆球般弹飞了出去，从夏塔斯身边滚过，砰的一声撞在了山壁上，撞落了上方的积雪和冰挂，险些制造出一场雪崩。而尤里斯安并未倒退，只是停在了原地。俯冲被中断的他后面两条腿踩中了地面，身体前倾，脖子摆动，嘴巴对准精灵歌者夏塔斯张了开来。所罗门帝国的贵族莫贝特索罗亚斯德早就来到夏塔斯身旁，见状忙伸出右手，快速拧动了手腕。尤里斯安的嘴巴彻底张开，却似乎忘记了自己要做什么，一时呆愣在那里，没有接驳后续。莫贝特则猛地侧过脑袋，对着旁边吐出了唾沫。呸！那些唾沫普普通通，未有任何特意。抓住这个机会，跟着出来的苦修士斯诺曼抬起了双臂，仿佛在拥抱神恩。然后他对着精灵歌者夏塔斯用古赫密斯语低沉说道：神说有效。滋的一声，夏塔斯头发上的银白闪电明亮了许多，并一下涌出，交缠在了长剑之上。他的手腕随即放开，箭矢射了出去。轰隆！半空乌云层叠，一道粗大的闪电落下，叠加于那之长。剑上箭矢彻底变得银白，就像来自雷神以难以躲避的速度命中了尤里斯安的额头。层层冰晶消逝，梦幻的甲片裂开，这支长剑插入了北方之王的头部，让他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惨叫。淡蓝色的血液流出又飞快凝结，冰霜巨龙丑陋的头部疯狂摇晃，银白乱窜。这个时候，克莱恩、安德森奔出了洞穴，惩戒骑士龙泽尔落在地面，翻滚了几圈，重新站起。格罗塞尔也从雪堆里伸出手掌，揉了揉脑袋，似乎没受什么伤害。有这么多队友，我不用主动攻击，可以尝试操纵尤里斯安的灵体之线。从刚才看，他似乎并没有半神级的抵御能力，当然比序列5强多了。5米范围，这有点危险啊。克莱恩望着那条冰霜巨龙，心里迅速有了想法。第218章默契。北方之王尤里斯安的惨叫迅速变成了嘶吼，洞穴之外随即刮起了让人看不清5米开外情况的暴风雪。呼啸的狂风卷着密密麻麻的鹅毛，沸沸扬扬占满了每一寸空间。与此同时，一道冰蓝色的光环急速扩张，贴着地面往外延伸。他所过之处，凡是有接触的事物，都从下往上凝成了冰雕。视力和听觉都被暴风雪影响的克莱恩脑海内一下浮现出了相应的画面，忙膝盖一弯，脚踝用力，直直疼了起来，任由冰蓝色的光环从下方掠过。而并不以格斗见长的莫贝特索罗亚斯德发现冰蓝光环时，对方距离他已是很近，让他来不及做出起跳的动作。就在这时，他的肩膀被人抓住上提，脚底则有狂暴的飓风腾空，两者结合，一下使他被动的高高跃起，避开了冰封的结局。莫贝特侧过脑袋，不出意外的看见了板着脸孔的夏塔斯，
这位精灵歌者因为此地禁止飞行，只能驾驭狂风，缓慢滑翔往前。安德森、艾德文纳、斯诺曼和隆泽尔也各自做出反应，及时上跳，不算惊险的躲过了攻击。唯有巨人格罗塞尔刚提着阔剑从雪堆里挣脱，就遭遇冰蓝色光环，一时闪避不及，被对方触碰到了双脚，一层厚厚的冰晶瞬间上涌，格罗塞尔僵立在了原地，就仿佛冻结万年的尸体。夸张的暴风雪遮蔽了众位非凡者的视线，让他们彻底失去了对冰霜巨龙尤里斯安的锁定，只能被动的防备袭击。这个时候，还未落地的苦修士斯诺曼又一次张开了双臂，用古赫密斯语庄重说道：“神说无效。”撕裂的暴风雪豁然平息了不少，无论是狂暴的飓风，还是密密麻麻的鹅毛，都凭空减弱了或消失了接近一半。隐隐约约间，夏塔斯看见了一张蜥蜴般丑陋的巨大脸孔，那只断舌的长剑还有部分插于对方的额头。冰霜巨龙尤里斯安已趁刚才的机会将双方的距离拉近，夏塔斯没有慌乱，狂风忽的变向，推着他和莫贝特往后飘动。与此同时，他因寒冷而发白的嘴唇张开，用古老艰涩的精灵语歌唱道：礁石必被海浪撕裂，大树必被风暴击倒，山峰必被雷霆摧垮。因为精灵语每一个单词都含义丰富，构成的句子非常简短，所以这几句歌词并没有花费夏塔斯多少时间。而且从第一个单词开始，从优美刚强的旋律初步涌出开始，暴风雪里的风就发生了变化。呼啸的风声一下混乱，向着四面八方崩散开来。北方之王尤里斯安的庞大身躯重新出现于了克莱恩等人眼中。在夏塔斯唱出第三个单词的时候，惩戒骑士隆泽尔已推出了右掌，用古赫密斯语低沉开口道：囚禁。瞬息间，正要冲撞向夏塔斯和莫贝特的冰霜巨龙凝固在了原地，周围似乎多了一层又一层透明的墙壁。而在隆泽尔低语出声的同时，刚站稳的冰山中将艾德文纳浅蓝的眼眸忽然转黑，里面流淌起了疑似生灵心底所有恶念化成的粘稠液体。他右掌只是轻轻一握，北方之王尤里斯安就嘶吼着人力而起，将囚禁的效果瞬间撕裂。这条冰霜巨龙的幽蓝色眼眸里充满了茫然和痛苦，似乎还沉浸在突然爆发的疯狂与暴虐情绪中。哪怕这是他一直以来的状态，被彻底引爆也让他很不好受。毫无疑问，他是一条情绪控制很差的巨龙。抓住尤里斯安短暂停滞的机会，安德森胡德手中凝出了一柄赤白的火焰长枪，然后一个前跨百倍将他投了出去。没去看结果，最强猎人脚下火焰涌现，凝成了叶状。那柄赤白的火焰长枪准确命中了冰霜巨龙半张的嘴巴，飞速融化掉厚实的冰晶甲片，犹有余力的穿透了上颌。尤里斯安再次惨叫出声，他后腿一蹬，身躯不管不顾的扑出，贴着地面，以恐怖的速度冲向了安德森。他的眼里只剩下这个让自己受到不轻伤害的小虫。呲啦！积雪分开，地表被犁出了一道深而阔的沟壑，这沟壑一直蔓延至安德森刚才所在的地方，并延伸了出去。砰！冰霜巨龙带着可怕的惯性，撞到了一块覆盖厚厚冰层的岩石上，将它撞得外壳破碎，内层裂开。如果这一下撞正了安德森，最强猎人必然变成肉酱，即使只是被擦挂了一下，他也很可能当场身亡。可是沟壑某个地方，安德森原本站立的位置却多了一个竖直往下的黝黑洞穴，大小刚好能供人钻入。啪！一只手搭在洞穴口，用力一撑，头发凌乱的最强猎人就跳了出来。他投出火焰长枪后，并没有慌乱的躲避，而是直接使用非凡能力，在脚下消融积雪，烧化泥土，无声无息弄出了一个不算太深的洞穴，接着整个人陷入进去，蹲了下来，完美避开了北方之王的撞击。这个时候，一道明净纯粹的光柱落了下来，打在格罗塞尔身上，飞快将他表层的冰晶融化。苦修士斯诺曼用攻击的方法解除了巨人守护者遭遇的限制，晨曦光辉随之爆发，格罗塞尔举着巨剑大步冲到了冰霜巨龙面前，发动了疯狂的劈斩。砰砰砰！格罗塞尔的身高只比尤里斯安非人力状态矮1米粒，量同样夸张，在与对方前爪的连续碰撞中虽然出现量明显的摇晃和后退，但很快就能恢复再次前跨缠住对手。有了巨人守护者挡在正面，
其他人都较为从容地做出了各自的应对。苦修士斯诺曼保持着双臂张开的状态，身周出现了一道烈阳般的光环，这光环飞快往外，温暖着在场每一位同伴，带来了强烈的勇气，并且受到精准操控般避开了北方之王。离他不远的地方，夏塔斯头发张扬，弓弦拉开，射出了一支又一支仿佛由锋刃或闪电凝成的箭矢。因为目标非常庞大，他每一箭都能命中，而且几乎在同一个位置，那就是冰霜巨龙的肩膀。莫贝特·索罗亚斯德则配合格罗塞尔时而偷掉北方之王，脑海内正要付诸实践的那个想法让他出现短暂的呆滞时而尝试着窃取能力，但在次数不多的情况下还没能获得成功。安德森拿着漆黑短剑，小心翼翼地绕向侧面，似乎想攻击某个特定的部位。惩戒骑士隆泽尔挥舞着铁黑直剑，利用禁止法令和囚禁等判决，辅助格罗塞尔与冰霜巨龙肉搏。如果没有他牵制，哪怕巨人是守护者，也早就被抽飞出去，遭遇致死的践踏或喷吐了。克莱恩则看向艾德文纳，抬手指了下自己，隐身。他不知道对方能否模拟这种能力，如果不行，他就要考虑另外的办法了。艾德文纳没有询问为什么，浅蓝而清澈的眼眸当即映照出了格尔曼斯帕罗的身影，旋即失去颜色，变得透明。克莱恩的身体随之淡化透明，消失不见。确认了下状态，克莱恩快步奔向了正激烈交锋的巨龙与巨人，一个翻滚来到了北方之王的左后腿位置，然后他一边注意躲避尤里斯安战斗时的踩踏，一边借助早就开启的灵体之线视觉，蔓延灵性操纵起那根根虚幻的黑色细线。紧接着他时而滚动，时而侧跃，在冰霜巨龙的身下和周围寻找安全空间。嗖，一支支银白的闪电之箭和纯净的锋刃之箭落在不大的区域内，击碎着冰晶甲片，撕扯着坚韧皮肤。很快，冰霜巨龙右肩位置就一片淡蓝，相应前爪的挥动出现了不明显的迟缓。惩戒骑士隆泽尔敏锐察觉到了这一点，一个侧跃避开冰蓝色的吐息后，指着那个位置，用古赫密斯语庄重宣判道：死亡。噗的一声，尤里斯安右肩位置流满淡蓝血液的地方瞬间干瘪，撕裂至能看见半透明的骨头。艾德文纳这时也拿出了一面巴掌大小的黄铜镜子将尤里斯安那部分躯体映照入内，他右掌一探，竟然直接抓入了镜面，捏住了里面的影像，然后用力一撕，往外拉扯。尤里斯安那个伤口一下变得夸张，并不断蔓延，似乎即将失去一只前爪。他发出凄厉惨叫，猛地上抬身体，人立而起。淡蓝净白的光辉从这条巨龙体内奔涌了出来，周围100米范围内气温陡降，伴随着难以抵御的感觉。豁然之间，所有非凡者都似乎遭遇了长久的冰封，身体冷到了极点，变得非常僵硬，并难以遏制的抖动了起来。夏塔斯是这样，莫贝特是这样，艾德文纳是这样，克莱恩是这样，格罗塞尔、安德森和隆泽尔也是这样，唯有经受过无数次冰寒磨练般的苦修士斯诺曼还能勉强行动。他保持住双臂的张开，半闭上双眼，庄严开口道：神爱世人。阳光穿透风雪，照了进来，温暖的意味开始融化冻僵的感觉。砰！尤里斯安以爪子抽飞了格罗塞尔，打得这位巨人守护者前胸凹陷，受伤不轻。他暂时没去管其他人，对准苦修士斯诺曼高速冲撞了过去。斯诺曼没人保护，要离开我5米范围了。克莱恩身体还有些僵硬的看着这一幕，产生了转身奔入洞穴，向自己祈祷，然后去灰雾之上用海神权杖响应的冲动。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赤红的火球抢在冰霜巨龙之前，落到了苦修士身旁，然后毫不客气的爆炸开来，将对方掀飞了出去。这来自最强猎人安德森。此时，艾德文纳手中也凝出火球，扔向了尤里斯安身后，但似乎没有命中的打算。他在为克莱恩营造火焰闪现的通道。他从达尼兹那里知道格尔曼斯帕罗有这方面的能力。第219章巨人永不退缩。冰霜巨龙尤里斯安冲到了苦修士斯诺曼原本站立的位置，却什么也没有撞中，直接滑了过去，拖出好长一道沟壑。他的身后火球相继炸开，腾起了一道又一道礼花。克莱恩身体略显僵硬的借此闪现跳动，没有被北方之王拉开距离，始终在对方5米之内。等到尤里斯安停止，
依旧处于隐身状态的他呼声不好预感，脑海内有了相应的画面，忙往前一扑，近乎贴着地面的钻到了冰霜巨龙身下。与此同时，尤里斯安那条粗长有力的尾巴甩了开来，横扫出去，抽向了就在附近的精灵歌者夏塔斯和所罗门帝国贵族莫贝特。呜！风声炸响，莫贝特被抛飞出去，避过了冰霜巨龙的尾巴，而夏塔斯慢了一拍，虽然有借助狂风顺着横扫的趋势后退，以化解力量，但还是有被抽中侧面，抽得他浮现的厚厚幻灵瓦解破碎，抽得他肋骨根根折断，抽得他倒飞了出去。在风的撑托之下，不算太重的摔于积雪地面，换作莫贝特、安德森等人，这一击足以让他们当场身亡。还好风暴途径有相应的幻灵保护，且每个序列都会得到相应的提升。夏塔斯只是重伤，并未昏迷，就连行动力也没有完全失去。这个时候，北方之王尤里斯安的脖子甩动，嘴巴张开，横吐出了淡蓝色的波光，波光扫过斯诺曼，将这位苦修士冻成了冰雕。艾德文纳、隆泽尔和安德森或被庞大龙躯挡住，或在使用别的非凡能力，或隔得太远，都已来不及救。冤砰！冰霜巨龙低跳转身踩的地面一阵摇晃，此时此刻他的状态也已明显下降，右肩裂口异常狰狞，虽然冻结的淡蓝色血液勉强制止了伤势的恶化，但对应的前爪已近乎瘫痪，不太方便。他体表的梦幻鳞片则破碎了不少，变得异常暗淡，仿佛失去了大量的生命力。可不管怎么样，他也重创或限制了3个对手，状况比之前好了不少。尤其巨人格罗塞尔的严重受伤，更是让他不再被纠缠，可以肆意进攻。目睹这样的情况，艾德文纳的浅蓝色眼眸再次变得深黑，粘稠的恶念于内缓慢流淌，他的右掌猛地握紧。北方之王尤里斯安再次仰头嘶吼，极为痛苦，眼角和嘴边都有淡蓝色的液体流出。这一刻，冰霜巨龙的脑海里全是冲击着灵体的爆炸情绪。抓住这个机会，艾德文纳眼眸转亮，变得极为纯净，四周晨曦光芒急速呈现，凝聚成剑。他要扮演守护者这个角色，上去挡住北方之王。他相信格尔曼斯帕罗隐身至尤里斯安身边，肯定有他的目的，欠缺的只是时间。就在这个时候，一道身影笼罩着源于黎明的光辉，冲到了冰霜巨龙身前。这正是巨人格罗塞尔。他胸口凹陷，灰蓝色的皮肤发白，手中阔剑出现了蜘蛛网般的裂痕，但依旧勇敢地迎向了敌人。格罗塞尔就像在燃烧生命，散发出光与热，一剑劈向了目标。巨人永不退缩，怒吼声里，格罗塞尔一次次挡下了冰霜巨龙的拍击，并因为对方一只前爪被废，还有余力躲避冰蓝色的吐息。囚禁！惩戒骑士隆泽尔奔了过来，开始限制北方之王的行动。艾德文纳也找到了默契，等到尤里斯安愤怒的挣脱束缚，才引爆他的情绪，让控制连续，让高速冲撞不再出现。安德森则时而投出赤白长枪，时而制造凝缩的火球，一次又一次的最大程度创伤对手。莫贝特缓了过来后，继续窃走想法，偷取能力，干扰那条冰霜巨龙的攻击。尤里斯安2次试图展开翅膀，扇动冰雪，飞上半空，都被隆泽尔又一次叠加的禁止飞行影响，变得艰难迟缓，只能放弃。他脚边身下不断更换着位置的克莱恩一点点深入的操纵着灵体之线，早已达到了20秒的界限，但依旧未能成功，因为北方之王的灵强大而疯狂。过了一阵，当的一声巨响发出，格罗塞尔手中的阔剑在被冰霜巨龙吐息沾染后，又遭前爪拍中，顿时彻底裂开，化成数不清的碎片，向着不同的位置飞溅。噗噗噗的声音里，格罗塞尔身前已经极限的无形墙壁被贯穿，几块碎片深深扎入了他的头部，扎入了他的胸膛。相隔最近的惩戒骑士隆泽尔同样没来得及躲避，被击碎了侧面盔甲，相应位置血肉模糊。巨人永不退缩。格罗塞尔再次高吼，体表晨曦大盛，掌中多了一把纯粹的光剑，脸孔暗红近黑的血液流淌中，他又挡下了冰霜巨龙一击。这个时候，克莱恩弹动琴弦般操纵着灵体之线，终于看到了初步控制的曙光。3秒、2秒、1秒，北方之王尤里斯安的动作一下卡壳身体的每一处关节都似乎长满了铁锈。这条冰霜巨龙立刻警觉，并察觉到危险的源泉来于身下。趁思维还未完全缓慢之际，
瞬间有了一屁股坐下的决定，他要将那阴险恶毒的家伙做成肉酱。突然，他脑海一阵恍惚，竟忘记了自己刚才想做什么。而20多米外的莫贝特·索罗亚斯德双脚一软，奇怪的坐了下去，坐到了积雪上。克莱恩趁机移动脚步，不算太快，但也不慢的走到了冰霜巨龙的后腿侧外。他的隐身效果开始退去，毕竟模拟的肯定不如原版。他双手半伸，灵性跳跃，仿佛在操纵一个巨大的木偶。砰！思维已然迟缓的尤里斯安找回了刚才的决定，后腿缓慢弯曲，身体山峰倒塌般压了下去，但只能激起弥漫的积雪和尘埃。不行，不好，必须那样！他念头次序分明的一个接一个闪过，心脏砰的一下收缩，凝聚起淡蓝净白的可怕光辉。这是源于他生命的非凡能力，能制造出一片极寒的地狱。之前依靠于此，让克莱恩等人全部冻僵，若非苦修士斯诺曼的精力和能力都颇为克制这种状态，刚才死的非凡者绝不止一个两个。然而此时此刻，在克莱恩的操纵下，尤里斯安做的一切都被明显放慢了。艾德文娜借此敏锐的察觉到了之前无法把握的危险源泉，当即轻握右掌，再一次引爆了冰霜巨龙波动巨大的情绪。北方之王的身体用慢动作的姿态抖了一下，那正要凝聚的淡蓝净白光辉不受控制的散开，未能干扰周围的环境。啊！这条冰霜巨龙嘴巴缓慢张开，发出了结巴断续的惨叫。精灵歌者夏塔斯稍有恢复，勉强站了起来，见状立刻忍着疼痛拉开了弓弦。他的头发又有张开，半空再现晨后千云，两种不同的银白电光交相辉映，涌入弓上，形成了一只电蛇层层缠绕的恐怖箭矢。夏塔斯脸庞扭曲了一下，放开了弓弦，那银白的电光嗖的一下没入了尤里斯安的胸腹之间，撕出了一道狰狞的伤口，伤口内部火光四溅，雷蛇乱窜，做着更多的破坏。这个时候，安德森眼睛一亮，身上覆盖起了一层赤白的火焰，然后化身为一道流光，准确射入了那个伤口。漆黑的痕迹迅速浮现于冰霜巨龙的胸腹间，就像有人在那里胡乱涂鸦。尤里斯安的思绪在强烈的刺激下不再那么缓慢，挣扎着要扇动翅膀腾空而起。此地禁止飞行，惩戒骑士隆泽尔及时补上了更多的限制。砰！北方之王重新落下，胸腹处的漆黑痕迹全部裂开，淡蓝的血液和破损的内脏瀑布般涌出。安德森顺势跳离了龙躯，体表火焰一灭，被透明的冰层薄薄覆盖着。好冷，好冷！他提着死亡短牙，僵硬的跳跃往外，身体不断哆嗦。刚才险些被冰霜巨龙挣脱束缚的克莱恩又找回了初步控制的感觉，让尤里斯安想要在场众人一起殉葬的想法变得缓慢，同时遭遇了盗窃和引爆。他修长的脖子缓慢上扬，发出一声迟缓的悲鸣，身体随之一寸一寸倒下。这个过程里，克莱恩没有试图阻止夏塔斯他们继续攻击，因为他很清楚，要将冰霜巨龙转化为傀儡绝不止5分钟，这中间存在着太多可能的意外。惩戒骑士隆泽尔喘息着站直，在体侧血肉模糊的状态下，又一次推出了没有握剑的那只手掌，用古赫密斯语庄重宣告道：死亡！尤里斯安的身体抖动了一下，轰隆倒在了地面，仿佛一座冰雪化成的小山。他体内一道道淡蓝净白的光芒迸发，搅动血肉，飞快游走，很快就将这巨大的龙尸化成了一扇厚沉高大、覆盖白雪的对开之门。不需要别人提醒，在场所有非凡者都知道了，这是通往外界的大门。终于，成功了！巨人格罗塞尔大笑出声，嗓音越来越低。砰！他高近4米的身躯一下前扑，单膝撑在了地面，身上的晨曦光芒随之飞快散去，气息瞬间就近乎没有。格罗塞尔、夏塔斯等人或艰难或快速的靠拢了过去。格罗塞尔缓慢的环顾一圈，握起拳头，憨厚笑道：我们成功了！巨人永不退缩，他的声音戛然而止，长着数只独眼的脑袋垂了下去。第220章故事尾声。格罗塞尔和巨人最近的惩戒骑士隆泽尔奔到近前，扶住了格罗塞尔，然后一点点松手，缓慢站直，仿佛做了一场让人迷茫的梦境。夏塔斯挣脱莫贝特的搀扶，顾不得在意身体的疼痛，于风的助推下，快步跑到了格罗塞尔的身旁。他弯下腰去，
小心翼翼观察了一阵，旋即推着对方，声嘶力竭地喊道：“醒醒啊，醒醒啊，我们该出去了。”他嗓音渐弱，漫漫无声。莫贝特立在旁边，看到巨人的身体摇摇晃晃，难以保持平衡，最终扑通一声栽倒在了地上。他静默几秒，缓而长地吐了口气。这个时候，安德森和艾德文纳已跑至冰封的苦修士斯诺曼那里，一个使用火焰，一个模拟圣光，帮助对方快速解冻。只有克莱恩因为就在附近，直接来到了格罗塞尔旁边。他的灵体之线视觉告诉他，对方已经死亡，唯有灵还残存，但也在开始消散，这让他的伤害转移能力根本没法发挥作用。从燃烧晨曦光芒，第二次缠住冰霜巨龙开始，格罗塞尔应该就已经做好了死亡的准备。克莱恩一阵漠然，莫贝特瞄了他一眼，苦涩的笑了笑道：“坦白的讲，我见过的巨人也不多，大部分印象来自书本、老师和父母。一直认为这个种族残忍狂暴，更接近怪物而非智慧生灵。但格罗塞尔不是这样，他坦率、诚实、乐观，虽然看起来有点傻，但比谁都清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他告诉我，这是因为他不是最古老的那些巨人，甚至连第二代、第三代也不是。残忍、暴虐、疯狂的巨人们同样拥有交配的本能，会诞生后代，而后代里时不时就会出现比较理智的类型，这些后代又繁衍后代，让整个巨人一族越来越脱离怪物的范畴。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但他的存在证明了这么一种可能性。莫贝特说着说着，忽然停顿，似乎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此时，艾德文纳和安德森扶着身体还有明显僵硬感的斯诺曼靠拢了过来。这位苦修士随即挣扎着走到了格罗塞尔的身侧，看着那只紧闭的树眼，斯诺曼在胸口画了个类似十字架的符号，半闭上眼睛，低声做起了祷告。万物的父亲，伟大的根源，这里有一个诚实而纯净的灵，愿他能进入您的国，得到永恒的救赎。夏塔斯张了张嘴，似乎想说格罗塞尔信仰的是巨人王奥尔米尔，但最终没有开口，沉默地看着斯诺曼完成了祷告。我们必须尽快出去，谁也不知道那扇门会维持多久。这位精灵歌者环顾了一圈道，因为悲伤和疼痛，他显得颇为暴躁。他又低头看了巨人一眼，低沉着补充道：我们不能让格罗塞尔的灵消散在这个虚幻的世界，我们必须让它回归真实。好，莫贝特立即赞同，克莱恩等人更是没有异议。艾德文纳转头对着挂有冰雪的山洞喊了一声：达尼兹，你可以出来了。这个时候夏塔斯眼眸微转，似乎想到了什么，遂侧头对克莱恩道：你有纸笔吗？有。克莱恩拿出了随身携带的吸水、钢笔和便签纸，这是一位占卜家的职业素养。夏塔斯接了过去，刷刷开始书写，直至达尼兹跑出山洞，依旧未停。达尼兹沉默着没有说话，情绪似乎相当低落，并未因为即将离开书中世界而有明显的喜悦和激动。终于，夏塔斯停下了书写，将纸张和钢笔同时还给了克莱恩。你要的配方不是出去才交易吗？克莱恩疑惑的无声嘀咕，接过了自己的钢笔和海洋歌者魔药配方，似乎察觉到了他的不解。夏塔斯转过脑袋，望向地上的格罗塞尔，低沉说道：我们现在是同伴，因此可以直接给魔药配方。克莱恩收好物品，微不可见点头道：出去之后，我会把酒杯给你。夏塔斯没有接话，推了莫贝特一把，去抬格罗塞尔。莫贝特低头看了眼自己不算健壮的身体和尖端高翘的皮靴，无奈的苦笑一声，走到了格罗塞尔一条大腿旁。惩戒骑士隆泽尔沉默跟随，弯腰抱住了巨人的左肩。安德森左右看了一眼，啧了一声道：你们伤的伤，弱的弱，还是我来吧。他随即抱住了格罗塞尔另外一边的肩膀。克莱恩正要去剩下那条大腿处，达尼兹已快步过去，抢占了位置。见状，他停下脚步，看着安德森等人将格罗塞尔抬了起来，走向那扇覆盖白雪的虚幻大门。他、艾德文纳和脚步踉跄、身体摇晃的夏塔斯、斯诺曼则沉默地跟在旁边。抵达了冰霜巨龙尤里斯安尸体演化成的出口位置。这个时候，克莱恩环视了一圈，发现北方之王先前流出的淡蓝色血液已全部不见，似乎从未存在过。果然，一个具现出的近乎真实的怪物。克莱恩落在后方，看着艾德文纳上前几步，略弯腰背，将双掌按在了门上。然后这位冰山中将猛地发力，
将那覆盖白雪的大门一下推开。无声无息间，众人看见的一切都变得虚幻，旋即透明，消失不见。他们眼前很快浮现出了一排排棕黄色的书架，浮现出了窗外已落至海平线的橘黄太阳，浮现出了一张摆有钢笔、墨水瓶和纸张的桌子。这是冰山中将艾德文纳的船长室。克莱恩他们迅速将目光投向了桌子的中央，那里摊放有一本黄褐色羊皮纸订成的书册。这书册因无形的风而翻动，来到了最后一页。克莱恩等人随之看见了结尾。在疯狂冒险家、强大猎人的帮助下，格罗塞尔完成了他的承诺，带领队友们杀死了北方之王，但是他也长眠在了冰霜之国，都没有给出我们的结局。夏塔斯，你接下来想去哪里？莫贝特放下格罗塞尔的大腿，侧头询问精灵歌者。夏塔斯的目光豁然迷茫了好几秒，旋即坚定地说道：寻找我的族人。他话音未落，突然看见莫贝特亚麻色的头发在飞快变白，看见对方原本光滑的脸庞出现了明显的皱纹。只是一个呼吸的时间，他眼里的莫贝特就已衰老至垂死。夏塔斯心中一紧，就要猛扑过去，但却愕然发现自己的双腿不知什么时候已变得无力。扑通一声，他摔倒在了地板上，发现自己的手背也布满了老者才有的斑痕。他一下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眼中的泪水顿时止不住的滑落，身体则努力着，挣扎着，试图爬向莫贝特。莫贝特同样已软倒于地，同样在向他蠕动，并往前伸出了右掌。夏塔斯将自己的右掌递了过去，握住了那只干瘪枯瘦的手。他们艰难抬头，眸子里映照出了对方现在的样子。他们的嘴角同时向上勾动，又无力松开，眼皮垂落下来，遮住了光线。克莱恩、艾德文纳、安德森和达尼兹对这样的变化完全反应不及，也不知道能做点什么，只能眼睁睁的看着格罗塞尔的尸体飞快腐烂，血肉蒸发，只剩骨骼和析出的非凡特性。看着莫贝特、夏塔斯、斯诺曼和隆泽尔在短短几秒内就衰老垂死，然后失去呼吸，重复起格罗塞尔尸体上发生的一切。他们的衣物或消失或变成了朽灰，他们的灵消逝速度超乎寻常，很快就已没有。最短的那位也已经在里面活了超过165年。艾德文纳低声自语了一句，转头望向了那具正眺望外界海面和太阳的白骨。这正是惩戒骑士隆泽尔，他坐在椅上，眺望的是西面，是贝克兰德的方向。斯诺曼则盘坐于旁边，尸还保持着祈祷的姿态。是啊，他们在书中世界活了几百年、上千年，从外部世界的规则来说，连半神都不是的他们，早该死去。我应该想得到这个问题的，我为什么会一点警惕都没有？难道……克莱恩突然想起了书中世界对莫贝特、格罗塞尔等人的心灵层面影响，隐约有了判断。他又一次低头看向那本羊皮纸装订成的书册，相信他的秘密还有很多很多。这家伙挺有趣的，就这样死了。安德森望着莫贝特的尸骸撇了下嘴巴。此时，所有的非凡特性都在缓慢凝聚，但惩戒骑士隆泽尔并没有吸出类似的东西。艾德文纳审视了一阵，以平淡的口吻说道：他服食的魔药是虚假的，他获得的力量也是，就像那条冰霜巨龙应该是书中世界的巨险，这近乎以假为真了。克莱恩无声叹息，一时竟不知该说点什么，只好保持格尔曼斯帕罗式的沉默。接下来的10分钟内，黄金梦想号的船长室里再无人说话，直到4份非凡特性各自成型。他们一份有拳头大小，仿佛心脏，上面布满孔洞，闪烁着晨曦般的光辉；一份如同水母，透明的外层包裹着蔚蓝的海水，里面时而有风卷起漩涡，时而闪过银白，并隐隐约约传出悠扬的歌声；一份是纯净发亮的晶石，充满神圣的感觉；一份像是婴儿的手掌，细小的5根指头张开，因环境的不同而不断改变着肤色。哎，我们也不能一直这样看着啊！终于，安德森打破了沉默。把这些非凡特性分一分吧。就在艾德文纳浅蓝色的眼眸都染上了一抹怒火时，这位猎人耸了下肩膀，苦涩笑道：我想这应该也是他们的意愿，因为我们是一起战斗过的同伴。